沈思思，多亏了你这块好田，替我这宫寒无用的身子生下2个嫡子。李代桃庄，你杀我灭口，就不怕东窗事发？死人是不会说话的。我重生了，回到了6岁。沈太傅亲口下的令，要你的命。亲爹派你来，是急着让沈姨顶替我做沈府唯一的嫡女吧？走吧，正自灭。站住！这是我从府里偷出来的，我用它换你留下来。换你一条生路。不，换你教我武功医术，还有杀人的本事。小丫头，上哪儿去？跟大婶回家，保你饿不死啊！我可不想和前世一样。求姑姑收留，教我识字看书，待人接物。这场复仇，我准备了10年，3天了。前世太子就是在这里被救的，这一世救人之人必须是我。找到了。姑的部下，姑要联系亲兵。洪水汹涌，外面的马路全断了。你伤势太重，现在联系部下只会招来杀身之祸。他在我家中住了3月有余，我给他疗伤，他陪我采药出诊，直到洪水退去，他对我说：思思，你是姑见过最美好的女子，姑要带你回京。我知道该到我复仇的时候，我有先天宫寒，断不能留疤受损。沈思思，这李代投注伺候太子的福气就给你了。嫡子一生，他没用了，处理干净，别误了姨儿的前程。沈姨、沈太傅，你们明知我才是真正的沈家嫡女，却让我李代陶超杀我灭口，这辈子我定要你们血债血偿。今日竟是沈姨的生辰。太子哥哥，太子哥哥，你平安无事归来就好。你是特意赶回来给姨儿过生辰吗？姨儿这段日子担心。太子哥哥，他是谁？沈思思姑娘对姑有救命之恩，姑会求圣人给她个名分。沈姨，你恨不得杀了我，我也一样。身为储君，遇事竟如此没有章法，成何体统？沈思思，你救驾有功，说吧，你想要何赏赐？启禀皇上，民女别无他求，只求能伺候太子左右。姨儿方才还跟本宫说，想让沈姑娘先跟她回太傅府，毕竟她出身乡野，入太子府前总需要好好调教一番才行。姑姑说，圣人最抵不过娇弱的美人垂泪，父子连心，太子应该也是如此。父皇，思思是儿臣的救命恩人，若真按奴婢调教处置，岂不寒了天下人的心？确实不妥。沈思思，朕允你入太子府，你救驾有功，除了入府，可还有其他心愿？民女斗胆，求圣人助民女寻亲。养母临终前交代，民女的亲生父母就在京城，这枚玉佩便是唯一的信物。这才是我真正想要的赏赐。这弘志竟也与沈太傅一样。沈太傅，朕看这玉佩中藏有一个沈字，沈思思会不会就是你丢失的长女？多年前，我带嫡女和太子乔装逛上元等会，太子乔装在人群中，找出来。拦路者斩！终于有机会除掉这个可恨的嫡女了。太子殿下，您待在这儿，我们去把他们引开。
太子殿下，快起来！还不够，必须不留后患。这是3000两银子，你去跟踪那些前朝余孽，必须确保我那嫡女。前朝余孽已悉数抓获，沈太夫嫡女假扮太子救驾有功，朕本欲封她为太子妃，只可惜至今仍未寻得她的下落，实属憾事。虽说没她下落，但寻到一个貌似的孤女。夫人，咱们就收她当嫡女如何？当年若非你沈家嫡女代太子受过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朕下旨将太子妃位留给沈府嫡女，便是一直记着这份恩。陛下，微臣何尝不盼着那是真的？可当初余孽案半月后，微臣家仆就已找到小女的尸首。那时，她随身的玉佩早已不翼而飞。这位沈思思姑娘兰心蕙质，与玉佩有缘，微臣能认她为女儿，也是微臣的福气。亲生父亲花3000两买我的命，如今却要在御前全了他的慈父名声。沈太傅，你做梦也没想到我还活着，你这福气且在后头呢。启禀皇上，民女只求寻回生身父母，不求荣华富贵。民女愿当田滴血认亲。准了。看到这滴血，他终于知道我到底是谁。圣旨到，沈太傅接旨。沈府，我终于回来了。皇上有旨，封沈家女沈思思为安平县主。微臣叩谢隆恩。思思，娘盼了这么多年，总算盼到你回来了。前世被关在小院时，你也这样对着我流泪。你说不是娘不疼我，只怕我的身份碍了沈姨的名声，让我好好养着，你会来看我。可后来你再也没来过。你个贱人，居然敢勾搭太子哥哥！你放肆！我乃皇上亲封的县主，你无品无级，怎敢对我无礼？母亲，听下人说沈府嫡女住碧溪院，院子收拾妥当没有？碧溪院现今怡儿在住，你的住错我另行安排。罢了，既然沈府无意认回我这个县主当嫡女，明日我就进宫回复皇上，就说我欲开府另居。胡闹！从今日起，让怡儿搬到瑞香阁，碧滋院还给县主。次日一早开祠堂，把县主寄回嫡长女，怡儿降为嫡次女。老太太，使不得啊！怡儿可是皇上指明沈府唯一的准太子妃。母亲，这你就记错了。我听闻这桩婚事，皇上当年是赐给替太子受过的那位沈家嫡女。怡儿，思思，英姑在宫里的朋友传信出来了，过几日，皇太后和皇后要亲自见你。这一关若是能过，太子妃的位置就是你的囊中之物；若是过不了，沈太傅和沈姨绝不会让你活着出宫。英姑姑说过该怎么做吗？她只交代了一句话：这宫里太后为大。太后年纪大了，眼里揉不得沙子，她是个明白人，你只要让她瞧见真相，她自然会护着你。今天悄悄回旨之前，臣女沈思思叩见太后圣安，叩见皇后娘娘。快起来吧，抬起头来，让哀家瞧瞧。瞧瞧，到底是太傅家的姑娘，虽说流落在外多年，可这骨子里的仪态是变不了的。多年不在京城，竟然还是这般端庄得体。回禀太后，臣女养母乃是宫里出来的女官，收养臣女后悉心教导。臣女自幼读过些书，对宫中礼仪也略知一二。能得宫中老人的教导，怪不得不比京中娇养的姑娘差。你倒是个有福气的。福气？你可不知，为了这福气，我前世都过着怎样的生活。这福气是我前世拿命换来的经验，今生拿命求来的机会。沈思思，外面都在传，皇上原本赐婚的是救了2次太子的你，可如今大家也都知道，沈姨才是与太子定下多年婚约的人。既然如此，你倒是给本宫一个解释，这正位到底该是谁的？
回禀皇后娘娘，太子婚约确是当年皇上赐予臣女，这是名分所系。然沈姨妹妹虽非亲生，却也替臣女在父母膝下尽孝多年，臣女心中感激，自是不敢计较那虚伪。你当然解释不了。我那日嘱咐杀手叔帮我找人在茶馆酒楼拿此事说书，听的人越多越好。如今京城人人都知我被封安平县主，是因我2次救太子。那当年的娃娃亲，皇上赐予的自然是我这个名正言顺的嫡女。沈姨若再占着太子妃的位置，那就是鸠占鹊巢，自取其辱。沈思思，你倒是生了一张巧嘴。好了，思思，既然你有这一层救命的恩情，又有当年的婚约在身，哀家问你，如今这局面，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？若太子殿下不嫌弃思思粗鄙，思思愿效仿古之娥皇女英，与姨妹妹一同入府伺候太子。娥皇女一，沈思思，你正妃之位只有贵口，本宫且问你，若让你居于仪儿之下，你可愿为侧妃？臣女觉着不妥。不妥？你竟敢嫌弃侧妃之位，在这宫里还没人敢跟本宫讨价还价。娘娘息怒，臣女绝非贪图正妃虚名，只是沈府已有一个准太子妃，若臣女再以侧妃之位入府，太傅府一门占尽东宫显贵，外人定会议论皇上偏袒沈家。为了皇上的名声，也为了沈府的清训，臣女愿自降位分，只求能入府照料殿下即可。自降位分，不争名分，只为成全圣意，是个通透的孩子。哀家没看错你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沈姨，属于我的东西，我会一样一样拿回来。沈思思，你以为你在太后面前讨了巧就能翻身了？你给我等着，只要这道圣旨一揭，我就是正位太子妃。等入了东宫，你看我怎么剥了你的皮，把你挫骨扬灰。沈姨，你也该醒醒梦了。奉天承运，皇帝太傅长女沈思思，柔明玉德，秉性端淑，更有救驾之功，特赐婚于太子，封为太子妃。太傅次女沈怡，品貌出众，特赐婚于太子，封为太子良女。即日择吉入府，钦此。臣女沈思思领旨谢恩，万岁万万岁。沈太傅，看着亲生女儿夺了你心中肉的位置，滋味如何？活了2世，我都不明白，你对我这滔天的恨意到底从何而来？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是这个祸害得了正妃位？老天爷啊，这沈思思分明就是克我们沈家的丧门星，我可怜的怡儿怎么就成了卑微的良医了？这一幕并不出我所料，沈姨，这道圣旨只是个开始。上辈子你给我的黄泉路，这辈子轮到沈家全族去走。县主，不，如今该称太子妃娘娘了。您瞧这通身的气派，这才叫名正言顺。全京城百姓谁不夸皇上大义，没冷了功臣的心？名正言顺，名声是皇家立给天下人看的。最重要的是，我是沈太傅唯一的亲生骨肉，只有血脉相连的联姻，皇上才能睡得安稳。我在太后面前那一番自降位分的戏，不过是给了他们一个顺水推舟的台阶。外头怎么了？是沈良妃，她在瑞香阁不肯上轿，非说圣旨错了，正闹腾呢。太傅大人发了狠话，直接让人把她给捆了。捆得好，这大喜的日子确实不该听丧气话。沈思思，你赢了这一局，可进了东宫，没有沈家的支持，你守得住这正位吗？父亲多虑了，3个月前我就说过，我会拿回我的东西。至于沈家的支持，您还是先操心操心沈姨吧。凭什么？那凤冠明明是我的！沈思思，你抢我的一切，我一定让你死在东宫！沈良义，认命吧！从这儿进门，您就是妾，别冲撞了正门的大典，否则太傅大人也保不住你。太子大婚，10里红妆，吉时已到，我入正门，沈姨走侧门。上辈子太子府对我来说是条黄泉路，如今该沈家走了。入府了，这才是真正的战场。思思放心，这府里的每一处阴影都会有我的眼睛。我也在，前朝那些斗争手段，我会一样样教给你。思思，姑找了你3月，救命之恩，姑定要用这辈子来还。殿下对思思的情谊，思思感念于心，只愿常伴殿下左右，岁岁年年。
太子妃，苏侧妃她来了。那是武将苏家的女儿。太子最近对这种鲜亮活泼的性子倒是颇为受用。武将之女，性子直，倒比沈姨好对付。她有她的风情，我有我的算计。娘娘，殿下今晚歇在苏侧妃处了。知道了，侧妃新入府，殿下总要给苏将军几分面子。这处隐蔽之地，前世沈姨能找得到，我也能。门后就是那间关了我4年的四方暗室，就是这里，沈姨，你送给我的好地方。被送进来的第一日，我就被灌入哑药，从此彻底失声。白日里，他们恐我有动静惊扰他人，将我绑在榻上，不可动弹一分。给我老实点！要是敢发出半点动静惊扰了旁人，仔细你的皮！我用饭、如屑皆假手于人，时常遭到这群奴才的打骂羞辱。夜里，若太子未至，我才被允许在这小屋内赤足行走片刻。倘若发出一丝声响，便是一顿叫人生死不能的折磨。他们把我按进冷水里，像对待牲口一样刷刷，只为了把我送到殿下面前。那颗能乱人心事的秘药被硬生生灌进了我的嘴里。殿下要来了，沈思思，拿出你那个嫡女的狐媚劲儿来，这一胎必须得是沈家的种。不，秘药可让我手脚无力，任人摆布，但极易受孕。屋内有燃香，太子吸入后即刻神志不清，却又欲壑难吞。殿下刚才抱你了，沈思思，你这种卑贱的替代品，凭什么能碰到他的身体？这是大哥送我的好东西，打在你身上，骨头都得疼裂了。可这皮肉上一个印子都不会留，我看你怎么去告状。沈姨心中挚爱太子，每每我服侍完，他就要打我一番泄愤。这4年，我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在这深不见底的黑暗里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聆听。我听到了很多太子府内外的消息，天灾人祸，世事无常，这些都成了我活下去的火种。怡儿，那人他在里面还好吧？毕竟也这么久了。好又如何，不好又如何？母亲，您现在问这些，不觉得太晚了吗？当初全家定计，你们也是愿用他行事的，不就是期冀着留着沈家血脉的孩子，有朝一日能登上大宝吗？既然目标已定，母亲就不要再在这里假惺惺的动什么妇人之仁了。沈家不需要这种软弱。母亲，沈家的前途全写在那个还未出世的孩子身上，您该知道怎么选。姑姑，后花园、江喜房还有侧妃那边的钉子都买好了吗？回娘娘，各处我都亲自过了一遍。现在这太子府里，哪怕是掉下一根针，也瞒不过您的耳朵。沈家想让我做他们的傀儡，我偏要让这太子府成为他们的断头台。这3个月，娘娘料理庶务滴水不漏，府里那些老人现在谁不服您？您这手段比当年的老关关还要高出一筹。思思，这几个月辛苦你了，这府里被你打理得井井有条，姑总算能安心处理朝政了。能为殿下分忧是思思的本分，只要殿下心里有我，再累也是甜的。我虽满心仇恨，但也不急于一时。这3个月，我已完全上手，府里各处我都安插了我的眼线。听说了吗？沈良娣那边昨个又摔了整套官窑瓷器，就因为殿下这个月只去了他那儿1日。嘘，小声点。沈良娣跟太子妃同日进府，如今地位天差地别，太子妃正得圣宠，他哪能比得过？沈思思，你身为太子妃入主东宫已近半年，你这肚子为何半点动静都没有？不仅是你，姑查过东宫脉案，整个太子府竟无一人承运，子嗣乃国之根本，你统领后院不力，导致东宫子嗣凋零。沈思思，你可知错？母后息怒，此事与思思无关。太医曾言，儿臣上次奉旨出巡遭遇洪水，重伤之下触及了根本。这半年，太医叮嘱儿臣必须闭经养神，不可急于子嗣，以免损了寿。伤得竟这般重，那究竟要将养到几时才是个头？回父皇的话，
殿下洪福齐天，昨日吴太医入府诊脉，说殿下龙体已然大好，往后再无碍了。为了东宫开枝散叶，臣妾已于昨夜下令撤去府中各院所有的婢子汤。好，思思识大体，那朕就等着太子府开枝散叶，早日抱上皇孙了。父皇既开了金口，臣女斗胆，想趁着这份喜气求个恩典。哦，说来听听。若太子殿下往后有了皇长子，可否请父皇亲自赐名，也好让这孩子沾沾父皇的真龙福气。这算什么恩典？朕的皇长孙本就金贵，自是该由朕亲自赐名。谢皇上恩典，皇上圣明，太子妃贤德。听说了吗？圣旨虽然没下，但宫里都传遍了。皇上对咱们府里的皇长子看重的不得了，说要亲口御赐姓名呢。不止吧，我听那几个送菜的公公说，皇上那是动了立储的心思，只要谁能生下皇长子，那便是内定的皇太孙了。见过太子妃，殿下生辰，府里忙乱，我放心不下仪儿。太子妃，我想去见见沈良娣，说几句体己话，您不会不准吧？母女连心，思思怎会不准？母亲请便。哼。殿下这是怎么了？生辰宴上何人惹您如此不快？沈太傅，他当真是姑的好岳父。他在酒席上口口声声为了东宫稳固，居然示意姑不可冷落沈良娣。他如今真是长本事了，手伸得够长，连姑的后院也要管。他是不是忘了这天下姓什么？殿下息怒，今日母亲在府里看过沈良娣，估计是她受了些冷落，有所怨言。双亲视仪儿为亲生女，疼爱于骨。如今思思虽为太子妃，可在双亲眼里，总归是怕仪儿受了委屈，他们也是心疼女儿。心疼女儿，所以就要来压姑一头。姑看她是太傅当久了，分不清尊卑了。瞧见没？那是瑞香阁的方向。打从太子生辰那天起，殿下就再也没踏进去过半步，可不是吗？听说那位沈良娣天天在屋里摔东西，急得跟什么似的。没了，我的金凤钗没了！沈姨，你疯了！来人，快救人！这是太子哥哥送我的最后一件生辰礼。16岁那年，你说会疼我一辈子，哪怕让我死，我也不能丢了他，我实在不舍。胡闹！一根钗子，难道中过你的命？昨夜，太子还在我寝殿长吁短叹。沈太傅仗着三朝老臣身份，近日在朝堂频频施压，弹劾太子亲信，步步紧逼，分明是为沈仪受冷落一事誓不罢休。沈仪，你以为跳个池塘就能换回太傅府的颓势？这局棋，沈家才刚刚开始输。思思，你说沈太傅到底要什么？今日朝堂之上，他口口声声为了姑的清明，实则步步紧逼。他在等姑低头。殿下心中其实明白，沈太傅要的从来不是一个明君，而是一个顺从他的傀儡。前世，臣女曾听父亲谈起，沈家最怕的便是天子之剑不受掌控。沈仪跳池塘不过是场投石问路的戏，沈太傅是借着女儿的委屈试探殿下的底线呢。所以姑就要一直忍着。殿下，现今不比往日，二皇子生母皇贵妃权倾内宫，他本人更是对储君之位虎视眦眈。若此刻与沈太傅彻底撕破脸，沈家一旦倒向二皇子，东宫便危在旦夕了。成大事者，必先忍常人所不能忍，去沈良娣处走走，堵住太傅府的嘴，才是万全之策。殿下早，昨夜歇在沈良娣那儿，想必也是累了。殿下身上这香气倒是奇特，奴婢以前从没闻过，倒是有几分浓烈。沈姨说这是太傅府托人寻来的安神香，姑闻着确实有些不同，夜里确实有些失了神。姑先去洗漱，待会儿陪你用膳。安神香，哼。沈姨，前世你把这东西用在我身上，只为偷梁换柱，这一世，你终于还是把它用在自己身上了。
这一局，我看你怎么收场。轻点，你想疼死我吗？梁帝，这香料和秘药的劲儿也太大了，殿下昨晚跟疯了似的，您受累了，要不咱歇一两晚？歇！我若不趁着这股香料劲怀上帝孙，我这辈子就只能在沈思思脚下喘气。这秘药虽让身体如野兽撕咬般痛苦，但也最易受孕。只要我能生下皇长孙，这太子府的政位，早晚还得换我来做。瞧瞧，沈良娣这月都留宿多少回了？可不是嘛，听说那补品流水似的往他屋里送，殿下几乎夜夜都往瑞香阁跑，当真是风光无限啊！这满府的美人，现在谁还敢跟他争锋？娘娘，外头都在传沈良娣深得圣宠，这一天天下去，万一她真的先怀上了皇长孙，怀上她怀不上的，您是说那秘药无用？姑姑，你忘了，打从我救下太子的第一天起，她每日服用的汤药、佩戴的荷包，我都亲手加了点调味。避子汤能防得住女人的肚皮，却防不住太子的根本。沈姨以为只要能忍受那野兽般的痛苦，就能母凭子贵，可她不知道，只要我不点头，这太子府里这辈子都不会有活物怀得上。娘娘高见，是老奴多虑了，让他风光吧，爬得越高，摔下来的响声才越好听。太子妃娘娘，吴太医今早才诊的脉，说妾身这胎稳得很。李良云有功，你是东宫第一个报喜的，若真能生下皇长子，不仅皇上会有封赏，这宫里定也少不了你的重赏。谢娘娘栽培，妾身一定会好好养着。毕竟妾身不像某些人，日日缠着殿下不放，这肚子却半点动静都没有，白白占着殿下的恩宠，真是尸位素餐。李良缘，日子还长，你可得千万仔细着。哼，沈姨这就坐不住了。沈良娣，李良缘怀着太子的骨肉，往后你在这园子里碰见他，可得多担待些。前世你只要发现有人怀孕，必会想法让人见红。李良缘性子暴虐，沈姨你又心狠手辣，这出好戏我便看着你们怎么演。你瞧见了吗？刚从李良与小院抬出去2个，盖着草席，手回在全是血痕。听说是打碎了茶碗。李主怀身后，脾气越发薄面了。他从前就苛待下人，如今抢先生孕，东宫哪还有我们活路？娘娘，外头的流言你也听到了，沈良娣那头这几天安静的有些可怕，怕是憋着什么阴招呢。如今沈姨肚子没动静，反倒让李良妃抢了先机。依她的性子，绝不会眼睁睁看着李良妃生下皇长子。李良瑜那脾气，动辄打杀下人，若是沈良娣真动了手，怕是……李良瑜性子暴苗，那是他自寻死路。我之所以选他来怀这一胎，除了他这性子，更因为他有个好爹，工部侍郎李大人。这3月的天，居然还日日下着大雪。姑姑，你可记得去年那场洪水？老奴自然记得，这老天爷从来不给人留余地。若是这雪一直这么下，等到开春消融，京城各府都在施粥赈灾。李大人身为工部侍郎，他修的那些堤坝，怕是快要瞒不住了。娘娘的意思是，咱们只需等着看戏。雪灾将至，沈家、李家谁也逃不掉。沈姨想动李良威的肚子，我便看他如何自投罗网。急报！皇上，天气转热，雪水暴涨，新修的渭河河堤全塌了。那是去年洪灾后才播音新造的堤坝，怎么可能一冲就塌？河口决堤，沿岸2天被毁，百姓死伤无数啊！查，给朕查个底朝天！敢贪腐克扣，朕诛他9族！工部侍郎李大人贪墨数额巨大，祸国殃民。皇上有旨，李家男丁斩首，女眷流放，李良娥赐死。救命！我怀的是皇嗣，你们不能杀我！求你们禀明皇上，皇上饶命！我不知情啊！您不得事，与我无关。娘娘，外头风声越来越不对，言官们接连弹罚太子，说他与李侍郎沆瀣一气。李良威得宠，其父又是工部侍郎，这盆脏水，太子注定百口莫辩。沈太傅那边呢？他没动静。沈太傅那样的人，李家不过是颗弃子，
他的手段才是真杀人不见血。难怪皇上今日在御书房雷霆大怒，连太子的解释都不肯听。皇上盛怒，那段时日，太子之位岌岌可危。一儿，你且宽心，李家这回彻底完了。李侍郎那般糊涂，探没的银两一半都进了咱们太傅府的账上。可李良玉之就是东宫的人，如今满朝都在弹劾太子包庇姻亲。若殿下真出了事，我这皇太孙的娘……傻孩子，弹劾太子的奏折大半是你父亲授意，不逼垮太子，他怎知离了沈家什么都不是？听娘的，趁现在你怀着孕，去跟殿下好好说说，就说太傅大人已经帮他想好了平息事端的法子，只要他点头依了你父亲，这东宫之位保准稳如泰山。娘，我知道了，我这就去见殿下。娘娘，沈夫人在沈良娣屋里待了大半天，太子刚从那儿出来，脸色缓和了不少，似乎已不再怪罪沈太傅。殿下自然不怪他，沈太傅先推他入井，再抛绳相救，这般拿捏，殿下只会认沈家是唯一依靠。沈太傅好深的算计，借李侍郎敛财，再借妻子脱身，最后还要彻底掌控太子，确实是一石二鸟的好计策。不仅除了李家这个碍眼的，还让太子对他感恩戴德。沈姨那假肚子现在倒成命稻草了。皇上，这雪多日不停，钦天郡说怕是还有好些日子呢。去年洪灾刚过，百姓才过上几天安稳日子，这雪要是再不停，京城周边的屋子都要被压塌了，朕这心里实在不安啊。这雪竟是半分停的意思都没有。思思，今日齐父你一直心神不宁，是在担心雪灾吗？殿下，臣妾是在担心之前咱们住过的那座小村子，乡民日子本就清苦，不知大雪里他们是否安然无恙。那是你舅姑的地方，姑自然不会忘。思思若是不放心，等今日祈福完，姑便派人带些粮食去看看。谢殿下体恤，只是恐怕光有粮食是不够的。怎么，还有什么难处？前日姑姑收到老家的信，信上说积雪实在太厚，乡民们住的泥瓦房已经压垮了大半，大家伙虽然有力气，却不知该如何修缮才能抵挡后面的风雪，一个个都愁得彻夜难眠。殿下，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，臣妾斗胆恳请殿下能否派一位工部官员前往查看。工部大人精通营造修缮，只需稍加指点，便能多救下无数乡民性命。你说的对，救人救到底。姑回府便拟折子，请几位工部官员带队前往。谢太子。望上天有好生之德，给百姓一条生路。工部的人一旦到了那里，等待他们的将是覆灭的开始。这雪虽小了些，可百姓的日子怕是依旧难搞。你们工部是干什么吃的？不止民房塌了，就连渭河边去年才重建的堤坝也裂了，这般无用。殿下息怒，那是李大人在位时亲自督造的，微臣昨日巡查才发现裂缝，绝不敢有半分隐瞒啊！去年新修的堤坝，这才多久就裂了？这是要绝大周根基。若不是去村里修房偶然撞见，大水一发，两岸百姓怎有活路？姑即刻进宫密报父皇，查，给姑彻查到底。慢点儿，大家都有，别急。核对一下。太子妃娘娘真是活菩萨，不仅动用府里公银，连自己的陪嫁都拿出来买冬阴药材了。是啊，可不是，全京城谁不夸咱们娘娘德才兼备？娘娘如此操劳，臣妾若是干坐着，良心不安。这是臣妾的提子银子，全当给百姓添些粮食。侧妃有心了，这份功德，皇上和百姓都会记着的。来，趁热喝，暖暖身子。多谢太子妃娘娘，这热粥救了咱们全家的命啊！娘娘们真是活菩萨，咱们这辈子都记着这份大恩。太子妃娘娘，救命！快救救我家主子！出什么事了？慢慢说。见红了，李良缘他突然见了红，肚子里的孩子怕是保不住了。太子妃娘娘，救命！太子妃，求您救救臣妾！臣妾的猫向来乖顺，绝不会无缘无故扑人抓人。良玉小产的事，求娘娘一定要明察。事情我已知了，起来吧，去后花园。回娘娘，老奴已将事发时在场的人全扣下了。你说，娘娘明鉴啊！我家良人多日未出屋子，
见今日雪停了，想出来散心，谁知刚走到这儿，苏侧妃的猫突然跟疯了一样扑上来抓他，梁玉被吓得当场摔在地上，这就见红了。不可能，我的猫从不伤人。放开他！娘娘，这猫现在凶得很，万一……我让你放手！救命！滚开！这畜生竟如此不知好歹！英姑，把这丫鬟拉下去，仔细审问，我倒要看看她袖子里到底藏了什么引猫的药。娘娘饶命！奴婢真的没有藏药，冤枉了娘娘！我没有，冤枉了，冤枉了！谢太子妃还臣妾清白，若非娘娘睿智，臣妾今日便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了。李良为那肚子要是出了事，臣妾背后的将军府怕是都要受牵连。起来吧，你一向安分守己，这些事本就不该你来担。多谢娘娘体恤，臣妾日后必定更加谨言慎行。娘娘方才对苏侧妃倒是格外维护，她也是个可怜人，出身将军府，外人看着显赫，可生母早逝，爹爹另娶，在那继母手底下步步惊心，能平安活到出嫁已是不易。而前世苏侧妃喜得长女，太子疼爱有加，沈姨怨气满腹，终是下死手弄死了那个孩子。长女夭折，长女夭折了，也导致苏侧妃疯了1年，最后淹死在湖中。是啊，那位世兰舅舅虽有心护着，这府里除了娘娘，还真没人能护着她了。没人护着她吗？太子妃，微臣无能，良医受惊过重，胎儿到底是没保住。没保住？怎么会这样？娘娘，太子妃娘娘晕倒了，快接住娘娘！快将娘娘带回宫！娘娘，您可算醒了。微臣给太子妃娘娘道喜，娘娘方才晕倒，是因为您已有2个月的身孕了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娘娘，吴太医说的千真万确，您有喜了。太子殿下在宫中商议赈灾，奴婢已派人飞马报喜了。当真？老臣悬壶数10载，断不会看错。这一胎可稳妥？傻才受了些惊吓，胎气略有变动，但娘娘根基深厚，只要不再操劳，安心静养，必能母子平安。李良源今日刚出事，我便诊出了身孕。吴太医，你说这算不算太过巧巧了？劳烦吴太医再去给府里其他姐妹们逐一诊脉看看。今日这日子实在诡异，说不定还有跟我一样的糊涂人，未曾发觉自己身怀有孕。老臣遵旨，即刻便去。娘娘放心，老奴都懂。这孩子我定会护到底。娘娘，太子妃娘娘，天大的喜事！吴太医刚才给苏侧妃诊了脉，我家主子也有喜了。沈爷，你以为弄掉李良瑜的胎就能让我脱层皮？如今东宫双喜临门，我看你还有什么手段能遮了这天？太好了，娘娘，今天真的是双喜临门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快哉，快哉！思思，快瞧瞧，这些全是父皇和母后听闻喜喜，特意赏给你的好东西。殿下如此高兴，看来宫里的差事办得很顺心。思思，你可是没见着母后今日变脸有多快。起初太医密报李良瑜小产，她当场勃然大怒，手里茶盏狠狠摔碎，直说你身为太子妃管教不严，非要立刻宣你进宫训话。谁知报喜的人一波接一波，紧接着府里轮番来报，你和苏侧妃竟同时有了身孕。母后这火还没发出来，就生生憋了回去。她当场笑得嘴都合不拢，连凤冠都歪了，拉着姑就直奔慈宁宫去找皇祖母和父皇为你和苏侧妃讨赏。说罢，他老人家说了，如今东宫万事皆晓，只求你和苏侧妃安安稳稳，保重龙翼。这孩子来的真是够讨巧。是啊，这孩子来的真是时候。无巧不成书，巧的自是那个写书的人。我若不此时有孕，如何压得住那只猫闹出的乱子？沈姨明面上是我嫡妹，李良为小产一事，即便我全然无辜，怕是也难辞其咎。快哉！殿下辛苦了。你快坐下，别乱动。太医才叮嘱过，你现在肚子里怀的可是姑的皇长子，是这太子府里最金贵的人，万万闪失不得。
沈爷，你以为弄死一个李良为就能让我获罪？如今我与苏侧妃同时有孕，2胎换1胎，母后那里的雷霆之怒早已成了泼天的赏赐。这一劫我逃得漂亮。殿下，如今虽是大喜，可我心里始终惦记着李良为小产一事，皇上那边可查清楚了？沈昭树毕竟也在现场，我怕他无端受了牵连。姑已经拷问过那丫鬟了，那贱婢嘴硬得很，无论怎么动刑，都只认是自己贪玩引猫近身才冲撞了梁毅。既然查无实证，父皇也只能将李良为小产按意外处置了。那沈昭俊呢？沈姨毕竟是你的嫡妹，又是太傅的女儿，为了保全沈家的体面，父皇也不好大张旗鼓地降罪于她。明日宫里便会有口谕下来，对她进行处置。只是口谕，没有明面上的圣旨降等。看样子父皇终究是顾忌沈太傅的权势，这次罚的怕是不会太重。至于李良玉，母后发了话，让他在院子里好好养着。哼。不过工部李家贪墨河堤公款的事儿已经压不住了，他这富贵日子估计也养不了几日了。李良玉，沈姨想让你死，太傅想让你死，我也在等着你死。这太子府终究容不下无论之辈。传皇后口旨，沈良娣管教下人不力，冲撞龙翼，致使李良于小产，现降其位为昭训，闭禁禁足1个月，以敬校友。沈昭训还不领旨谢恩？臣妾领旨。公公慢走。牵扯到东宫子嗣胎死腹中，竟然只是降位分和禁足。只要沈太傅还在朝堂上一日，父皇母后终究是要多思虑3分。沈思思，你别得意太久，1个月后我照样能重新得宠。那这1个月，妹妹可得好好消赏。英姑，瑞香阁有些旧了，需要重新洒草。传本宫的话，让沈昭进这段时间搬到李良为的院子里同住。什么？去他那儿？李良为现在就像个疯子，他恨不得撕了我。沈思思，你这是公报私仇。带下去。虽然李良渊因为家族案子蹦跶不了几日，但在他临死前，总得给他个机会出这口恶气。娘娘，杀手书回来了，李侍郎那个藏在外头的私生子已经找到了，人也已经带走藏好。办得好。李侍郎那个夫人可有动静？李侍郎夫人是皇贵妃的堂姐，那家世大，性子更是出了名的跋扈。李侍郎在任上时，府中连个通房都不敢有，只有2个嫡女。所以这个外世子就是李家唯一的独苗。李侍郎视若性命，一直瞒得死死的。只要这孩子在我们手里，不怕李侍郎不咬出沈太傅来。沈太傅，你保李侍郎一人认罪，却不知我已抓住了他最后的死辩。思思，那孩子已经挪到了最稳妥的地方。李侍郎那夫人太跋扈，他这辈子也就这一个命根子，宝贝的跟眼珠子似的。前世沈太傅就是攥着这枚棋子，逼得李师夫不得不吞下所有罪名。如今这棋子在我手里，他若是个聪明人，就该知道供出沈太傅才是唯一的生路。只是咱们这位太傅大人未必会给他开口的机会，所以咱们动作要快。只要李侍郎肯招，沈家在工部埋了10年的暗桩就能连根拔起。李侍郎，圣旨已到，还不束手就擒！来人，传太医！娘娘，不好了！前头传来消息，殿下带着人赶到李府时，李侍郎已经毒发身亡了。毒发身亡？孤还是迟了一步。那毒见血封喉，绝非寻常，他分明是死于灭口。殿下，李侍郎这一死，工部那些账册的下落便彻底断了。何止是账册，死无对证，背后的人倒是藏得干干净净。殿下，看来沈太傅已经察觉我们在查工部了。他之所以下手这么狠，定是因为原可作为人质的外世子骤然失踪。你的意思是，沈太傅因为控制不住李上郎，才先下手为强？沈太傅这只老狐狸确实比我想象中反应更快。既然他先下了死手，咱们这局算是棋差一招了。娘娘大喜，前头传来消息，李家男丁已全部斩首，女便和家仆今日启程流放。那个李良缘刚才在冷宫里也领了白绫，人已经没了。意料之中，李侍郎一死，他便成了弃子。李侍郎虽死于灭口，但这贪墨的脏水到底是泼在了李家头上。殿下亲自带人查抄，父皇大赞殿下公私分明，这东宫的位子算是稳了。可不是嘛，连带着皇贵妃也受了挂连，皇上嫌他教亲无方，已经降他回了妃位。
沈太傅这回可是偷鸡不成蚀把米，再也没法在皇上面前拿捏殿下了。启禀殿下，此人自称是李家邻里，说有桩隐秘要举报。草民举报李侍郎生前偷偷养了4岁的外侄子，就藏在巷尾的民宅里。那孩子怀里死死抱着个布包，说他爹死前留了东西。带过去。快起来。是。你怎么了？这是签字血书。这，李侍郎，你这是临死都要拉个垫背的，简直荒唐！闪开！孤有绝密急报，要立刻面见父皇。殿下回来了，怎么这般晚？思思，你说这沈太傅是不是当真长了一张能颠倒黑白的嘴？殿下，今日在金銮殿上，父皇看了那份血书，可是有什么变故？变故？简直是场闹剧！沈太傅当着满朝文武的面，哭得老泪纵横，说那血书是李侍郎临死前受了政敌教唆，为了保全家小才对他进行的栽赃护塞，他甚至要撞柱以死明命。那父皇和朝臣们如何反应？还能如何？朝上哗然一片，支持沈家的那帮官吏纷纷跪地为他求情。父皇即便心里再有疑虑，也不好在大殿上真的逼死3朝老臣，他只能下旨尽力安抚，还当众赏了沈家不少东西。如今沈太傅已经顺理成章的回府休养去了。沈太傅这只老狐狸果然是手段了得，一招以死明志，便将这泼天的大罪化成了文人的风骨。殿下，父皇就此作罢了，可曾下旨让刑部继续追查血书里的线索？父皇今日只说了一句话，他说领部抄出来的银钱还不到贪墨总额的一半，那一半银子不找到，这案子便不算完。银子没找到，所以父皇谁也不信。是啊，沈太傅说他清白，可他那一双老手到底沾没沾银子，父皇心里比谁都清楚。姑姑，去把殿下的醒酒汤端上来吧。圣心如渊，沈太傅虽然暂时脱身，可这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，是娘娘，老奴明白。皇上与沈家现在怕是君臣已相疑了。殿下，刚才您提到父皇沈家的疑虑，思思有一言压在心头多时，今日不得不说。思思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快起来！臣妾虽为沈太傅嫡女，血脉相连，可臣妾更知自己是您的妻子，是这东宫的太子妃。思思归家不过短短3月，可在这太子府中，臣妾已与殿下风雨共度了1年有余。沈家若真有不臣之心或贪墨之举，那是沈家的罪。殿下要查，只管放开手脚去查，万不可因为臣妾身份而束手束脚，那样臣妾万死难恕。思思，姑并不想连累你，只是若真有一日沈家大祸临头，臣妾身为神女难逃牵连，思思别无他求，只求殿下看在往日情分，若臣女被牵连，求殿下定要善待我腹中这个无辜的孩儿。思思，你多虑了，姑向你保证，绝对不会有那一日。父皇母后心中都有一杆秤，他们深知你是好的，赈灾施粥，为民祈福，你的心意全天下都看在眼里。就在今日朝堂之上，那位向来孤傲的张侍郎竟然当众对你多加赞赏。张侍郎，那位苏侧妃的舅舅？正是他。他说你身为太子妃，在雪灾中散尽陪嫁，赈灾尽心尽力，简直是京中女子的表率，更是皇家之福。这张侍郎素来不畏权势，他这一开口，皇上想必对娘娘越发看重了。能不给殿下蒙羞，臣妾便知足了。思思，你是不知道，那张侍郎在朝堂上是出了名的冷脸，他为人孤傲得很，平日里连姑的面子都不怎么给，甚至未给过姑几次好脸色。可今日提起你赈灾的事，他竟在大殿上对你如此称赞，说你是京中女子的表率，姑当时都愣住了。张大人乃是3元及第的状元郎，才学胆识皆是顶尖的，臣妾不过是做了分内之事，竟能得他老人家的一句夸，实在是诚惶诚恐。张侍郎如此投桃报彼，看来保下苏侧妃那胎是我走的最对的一步棋。姑一向敬重他的为人，此人刚直不阿，虽不喜依附权贵，却是真正的治国人才。殿下可是想起了沈昭志？臣妾日子沈昭志似乎……别提了，沈姨那个蠢货，当初张夫人几次3番入府探望苏侧妃，竟全被他横加阻拦，硬是没让见上一面。
前世也是这样，苏侧妃直到死都没能见到舅父家的人。张侍郎也因此恼了太子，最终被沈太傅的门生屡屡打压，罢官流放。沈姨只顾着争风气促，却不知他这般短视，让顾生生错失了多少人才。沈昭寻毕竟年轻气盛，不懂得大局，他眼里只有那瑞香阁的1亩3分地，哪里看得到殿下的江山社稷？所以顾才说，得妻如丝丝，是顾之大幸。老臣叩见太子妃娘娘。父亲身子不适，不必多礼。殿下就在书房，您请。如今他在朝中失了圣心，不得不归家休养。这张侍郎正好可以扶持一把，顶了他的缺。是陛下。老臣拜别太子妃娘娘。娘娘母仪之资，乃沈家之幸，更是东宫之幸。殿下今日又去看了沈昭训，听闻他近日禁足，性子倒是收敛了许多，太傅大人想必也能安心不少。思思，你不必试探姑，姑去太傅府，去那瑞香楼留宿，姑只是逢场作戏。沈太傅那老狐狸等姑露破绽，姑便给他一出将计就计。思思，父皇接旨，他弟又陷前朝余孽，命姑带兵清剿。姑此次离京需数日，府内的一应琐事便全托付给你了。臣妾恭候殿下凯旋。思思，等我回来。驾！余孽现实，殿下一走，这沈府也该开始乱了。娘娘，密信来了。天道有轮回，自作孽，果真是不可活。沈姨啊沈姨，你这份回礼，本宫收下。娘娘，沈昭进回府这3日，沈家那边真是烂透了。让他闹，他越是病重不出，这出戏才越有意思。殿下离京数日，臣妾忧思成疾，前些日子回府事急累倒了，没能亲自去迎殿下，殿下莫要怪罪。沈昭只有心了，病既然好了，就多在院子里待着。启禀太子妃娘娘，天大的喜事！我家小主自打回府事疾归来，已有2个多月未来月事了，求娘娘恩典，快请太医给小主瞧瞧吧。这要是真的，本宫可就双喜临门了。2个多月，那这孩子确实来得金贵。既然沈昭实有此雅兴，英姑去请太医，让全府的人都跟着乐呵乐呵，看看沈家的这块福地到底种出了个什么东西。思思，你不必在乎他那个肚子，无论那里面揣的是个什么种，姑都毫不在意。殿下，沈昭训毕竟刚诊出喜脉，太傅府那边怕是又要以此做文章了。姑查沈太傅贪墨的案子已有了眉目，明日姑要再次离京清剿残余。沈姨这个女人，姑留着她还有用，日后若沈太傅狗急跳墙，她便是最好的牵制。你先将她找个妥善的地方关起来养着，别让她在这个节骨眼上坏了姑的事。臣妾遵命，定会找个最妥善的地方好好照看她。沈思思，你要带我去哪里？一踏一击，还有这污秽的便器，沈姨，这一世这些都是你的了。沈思思，你带我来这种鬼地方干什么？放我出去！我肚子里怀着殿下的长子。沈昭训，别喊了，这暗室隔音极好，除了我，没人听得见。太子殿下外出清剿逆贼，临行前特意交代，要本宫好生照顾你和你腹中那个金贵的胎儿。你要干什么？你疯了！这暗室乃是太子府中最安全的地方，不仅能避开贼人，还能避开闲言碎语。你且在这里好生休养。沈昭直，这4年的苦，你且慢慢尝。沈思思，你敢私求皇室子嗣，快放我出去！我要见太子。沈姨，你前世如何折磨我，今日便如何偿还。你且在这暗室里好好尝尝我当年的滋味。娘娘，老奴听守在那边的婆子说，沈昭是在里头整日咒骂，闹腾得厉害。咱们要不把他先绑在那榻上？不必，这暗室统共就那么大点地方，让他在里头走吧。走得越多，那方寸之地的压抑就越能逼疯他。可他要是想不开，伤了腹中的胎儿，伤胎，他绝不会。沈姨那种人，哪怕只剩一口气，也会死死攥着这块护身符。他还做着母仪天下的春秋大梦呢，没看到结果前，他舍不得死。娘娘，又开始了。
那沈昭志每夜都要骂上1个时辰才肯消停，污言秽语的，老奴这就让人去堵了他的嘴。随他去，听着他的咒骂入眠，我反而觉得心里那股积了10年的郁气散得更顺畅了些。只是难为娘娘还要忍这几个月，我不担心那胎儿。前世我在这暗室里被他们从里到外从早到晚的折腾，孩子都能顺利生产，沈姨养尊处优的在里头行走，又怎么会出事？如今沈姨已怀胎2月，离她瓜熟蒂落看到真相的那天，至多不过8个月了。娘娘，这沈昭君在里头关了才5个多月，今日这胎怕是要抢先落地了。算算日子，太子殿下今日正好抵京8个月。我原本想让他在这不见天日的待够8个月，体验我前世4年的痛苦。如今看来，是我心慈手软，连老天爷都等不及要收了他。沈思思，你看着，我一定要生个皇长子，以后他就是皇太孙。别碰我！鬼，是鬼啊！3条腿面如鬼魅，饶命！娘娘饶命啊！娘娘，这东西……皇太孙，皇太孙，把孩子抱过去，给沈昭孙好好看看，让他看清楚他处心积虑怀上的到底是个什么祥瑞。皇太孙，我生的是皇太孙，姑要把这全天下的金银都给姑的皇儿。沈姨疯了，也不知道沈昭训疯在这个时候对沈家来说算不算是一桩好事。姑回京了，这是沈太傅及其门下官员贪污受贿、克扣赈灾公储款的死证。父皇已经震怒，沈太傅举家入狱了。沈家终于败了，可沈太傅经营多年，那本牵扯百官的贿赂账簿，最关键的证据还是没找到。沈太傅那老狐狸嘴硬得很，皇上要求一定彻查，若账簿一日不现世，这朝中暗桩就一日除不清。既然死证在人，那便从人身上下手。殿下，思思请缨去见见狱中的柳氏。皇太孙，皇太孙，都是我的皇太孙。思思，怡儿，我的怡儿，怡儿，你怎么样？他们有没有为难你？你的孩子呢？我生的是皇太孙，我以后要母仪天下。怡儿，我的怡儿，你看看娘啊！我是皇太孙的娘，我要做皇后了。沈思思，怡儿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你到底对她做了什么？是不是你这个贱人害了她？你连自己的妹妹都不放过，你还有没有心？母亲，先别急着骂我，瞧瞧，这是妹妹拼了命才生下的皇太孙，您作为外祖母还没见过吧？皇太孙，只要有孩子在，沈家就还没倒。鬼是鬼啊！离我远点，离我远点，离我远点！这不是我的皇太孙，这不是我的皇太孙！母亲，您怎么扔了？这可是您最宝贝的怡儿生下的骨肉，您倒是帮我想想，这怪物该算您的孙子还是外孙子呢？不是。母亲，你瞧这孩子，这是沈姨和沈景云的亲骨肉，你猜他为何会生出这般鬼魅模样？当初沈姨急着要个孩子稳固地位，回太傅府找人鱼目混珠，沈景云说他对沈姨有男女之情，你竟也点了头。可你猜，如果沈太傅知道他的嫡长子和养女做出这种畜生不如的勾当，他会答应你们吗？别说了，我不听！沈太傅这10年，每年都要去那座偏僻的寺庙祭拜几日，连你都不让跟着，你难道就从未好奇过他祭拜的到底是何人？我不听你这些胡言乱语！你是疯子！你是回来索命的疯子！你有否想过，10年前上元登谢，我为何会突然被扮成男童？为何事发之后，官府问遍了所有抓获的前朝余种，却没一个人知道我的下落？10年前，太子失踪。沈太傅为何能那么轻易地找出一个样貌消死我的沈姨来顶替？我不知，那是老爷找回来的。你当然不知，因为你自始至终都活在他编织的谎言里。沈太傅对6岁幼童的我恨足2世，不惜故杀手灭口。你真以为只为权势？沈姨回府试鼻的第3日，我收到了这2封信，一封是沈姨真正的身世，另一封是他跟沈景云在那荒唐的3天里做下的灭绝人伦的丑事。
沈夫人，既然你不想听真相，那本宫给你讲个负心郎迁怒的故事吧。我不听，我不听。曾经有一位清贵人家的庶子，他虽是庶出，却是家里唯一的儿子，被寄作嫡子养大，前程似锦。这位庶子与他寄居家多年的远房青梅竹马早已私定终身，可那位嫡母瞧不上身世飘零的表妹，硬是逼着他迎娶一位出身高门的贵女，也就是你，沈夫人。你从哪儿听来的这些疯话？他不敢违抗母命，为了前途，他忍痛娶了你。可沈家的家规森严，正妻未诞下子嗣前断不可纳妾。沈夫人，你进门后不久就争气的生下了嫡子沈景云，你以为那是你的福气，却不知你这一胎生生断了那个表妹进门做妾的路。不可能，老爷他不会的。他怎么舍得让心上人受屈？于是他在这京城某个隐秘的小院里，偷偷将表妹养成了外室。不久，那外室也生下了一个女儿。那个孩子与你怀里的嫡女沈思思同岁。同岁？沈姨？她做事向来滴水不漏，生怕童言不易泄露惊天秘密。每一次去见那个外室女儿，她都必定精心易容乔装，小心翼翼遮掩所有行踪。所以那个女儿沈姨，直到被带回沈府的那天，都不知道那个经常来看她的沈叔叔，居然就是她的亲生父亲。沈夫人，你视若珍宝疼了10年的沈姨，流的根本不是你柳家的血，而是那个外室的脏血。沈夫人，你还记得我6岁那年吗？那场突如其来的大病，那是你的嫡女在生死关头挣扎，可你那位好夫君，也就是当时已身居高位的沈太师，他却不得不将太医留在府中。老爷是心疼女儿，他不会不管我的。心疼女儿？不，他是为了保住府外那个心上人的命。可天不从人愿，那个表妹最终还是病重而亡，在那冷清孤寂的小院里独自咽了气，只留下一个无父无母的外室女儿，也就是沈姨。他恨啊，他恨你这个正妻占了名分，恨你的嫡女断了他心上人的活路。他不舍得沈姨在外面受苦，更不愿看到沈姨无名无分，于是他动了取而代之的心思。他计划的可真周全，先是找好了人贩子，要把年仅6岁的亲生女儿卖到千里之外。可偏偏上元灯会出了太子失踪的乱子，他怕事情败露无法斩草除根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亲手奉上3000两白银，请了江湖顶尖杀手追杀灭口。要不是那个女儿命大侥幸存活，历经万千劫难归来，今日哪还有命站在这里亲口给你讲这个尘封多年的父毛的故事。我将这一切尘封密讯娓娓道来。沈夫人，你疼了10年的养女，流着的是杀你亲生女儿凶手的血。你相守10年的丈夫，日日夜夜都在谋划如何让你这个正妻给那个隐秘外府腾出位置。这冰冷刺骨的真相滋味，可还合您的口感？别睡，故事还没讲完。你这个疯子，你是回来索命的冤魂。我是疯子，母亲，你与父亲生我却不养我，亲手送我去黄泉路时，你们可曾想过我是个6岁的孩子？你将杀女仇人的骨肉沈姨当作心头珍宝疼爱呵护整整10年，你可知我当初9死1生2救太子满身泥泞归家之时，心中有多渴望家人拥抱，期盼你们能好好疼我爱我一次。可你回馈给我的，从来都只有冷眼与无尽厌恶。太子妃，事已至此，你今日踏入这人间地狱，绝不仅仅是为了讲完这段陈年往事。直说吧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我要沈家那本藏匿了整整10年的贪污账本。你要账本？你要让你亲生父亲和沈家全族父庙去死？是他在我6岁那年，就亲手要杀掉自己的女儿。我可告知你账簿所藏之处，那地方除了我和太傅，没人能找到。但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，你要答应保住怡儿的性命。她如今已经疯了，她是个废人了。只要账簿是真的，我保她不死。思思，我知我与太傅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，可人心都是肉长的，怡儿即便不是我亲生，到底也在我膝下承欢了10年，我实在狠不下心。她如今疯了，连那个怪物也落了地，这大抵就是她替沈家遭你，遭了报应吧。太子妃，今生你我注定无缘做一对好母女，这一生欠你的，囊穷尽一生也还不清了。不必了，若有来世，来世也不必了。这一世的血缘早已还清，来世你我莫要再见了。老身拜别太子妃娘娘。沈太傅贪墨军费，结党营私，证据确凿，现罢其官爵，沈家男丁3日后处决，女眷流放塞外。启禀娘娘，沈夫人柳氏在牢中用衣带自决身亡了。次日，我将沈姨送在家庙，
他却突然清醒，看清所有因果罪孽，最终跳井身亡。沈怡欠我的血债也算彻底清了。太子妃深明大义，赈灾有功，更有承帝账簿之勋。如今娘娘诞下皇长孙，国本已固，皇上有旨，沈家之罪不累及娘娘。本宫受教了。思思，典狱刚差人来报，沈太傅在牢里疯得厉害，嘴里一直喊着你的名字，非要见你最后一面。既然他都要走了，作为女儿去送送他也是全了最后的血缘。他如今疯癫失常，模样不堪，怕是会冲撞了你。你若是不想去，姑这就立刻命人回绝。不必，有些话该当面说清楚。你来了，沈思思，你终于来了！我昨夜做了个梦，一个极长的梦，梦里沈怡才是名正言顺的太子妃，她母仪天下，享尽尊荣，而你不过是她生儿育女的工具，被囚在暗室，像条狗一样活着，那才是你应该有的结局。原来你也做了这个梦，怪不得你事事都能抢先一步，怪不得你这颗棋子能反噬主人，事事都能占了先机。沈思思，你我都带着那场梦活着，是不是？是，所以我赢了，而你输得很彻底。败了，老夫机关算尽，竟败在自己亲手扔掉的棋子手里。沈思思，你别得意，就算你赢了，你骨子里流的也是老夫的血，你也是我的女儿，你这辈子永远洗不干净沈家的脏血。沈太傅，你大概忘了，如今你全家身陷囹圄，而我依然是皇上亲封、百官朝拜的太子妃。这满朝文武，这天下百姓，无人在意我是否有沈家血脉，他们只看得到我的赈灾之功，看得到我承帝账簿的忠诚。你的那个私生女儿沈怡，已经在不久前于家庙跳井自尽了。你的嫡长子沈景云，他明日便会在这菜市口与你一同上路。至于我那位好母亲柳氏，她昨日早已在狱中自绝身亡。沈太夫，黄泉路上慢些走，如此算下来，你们也算将要阖家团圆了。沈思思，你这个毒妇，你不得好死！老夫在阴曹地府等着你。我径直向牢外走去，他的咒骂声慢慢消失，而门外早已是繁花似锦的新世界。